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错付痴心钟玉珍》故事解说。外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沈家二小姐沈南桥心术不正，趁着自己的姐姐沈若兰沦为植物人，强行抢走了姐姐与傅斯年的婚约，顺势住进傅家，成为了傅斯年名义上的未婚妻。可所有人都不清楚其中的内情。自从沈若兰昏迷不醒后，原本心性清冷、素来清心寡欲的傅斯年便开始潜心信佛，对外界的一切情爱纠葛都漠不关心。沈南桥耗费心思抢来的婚约，终究像是一场无人回应的独角戏，到头来只是白费功夫。面对外界所有的非议与指责，沈南桥始终毫不在意。没有人知道，他默默喜欢了傅斯年整整10年。这10年里，他倾尽真心，一点点靠近对方，试图捂热他的心。这天，沈南桥反复练习弹奏乐曲，却始终没有进步。一旁的傅斯年看着他笨拙的模样，神色冷淡，毫无动容。沈南桥看着冷漠的傅斯年，心中暗自感慨，就算傅斯年的心是石头做的，历经自己10年的陪伴与付出，也该被彻底暖热了。沈南桥一直以为，只要自己坚持付出，终能换来傅斯年的真心。可他始终没能等到想要的结果。他无数次放下自己的尊严，主动靠近，引诱傅斯年，对方却始终不肯正眼看他一眼。自己长达10年的痴心守候与卑微付出，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可笑的徒劳。积攒了10年的失望彻底爆发，沈南桥下定决心放下过往。他主动告诉母亲，自己不愿意再嫁给傅斯年，反而决定嫁给名声极差的谢琛。母亲得知这个决定后无比震惊，连忙劝阻沈南桥，告知他谢琛在前几年与人结怨，被仇家废掉了身体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如同一个活太监。不仅如此，谢琛残废之后性情大变，性格暴戾，阴晴不定，平日里动不动就发疯打人。嫁给这样的人无疑是自讨苦吃，甚至会身处险境。但此时的沈南桥早已心灰意冷，对他而言，没能嫁给心爱之人，嫁给谁都已经无所谓了。除此之外，谢家权势滔天，在京都根基深厚，这门婚事由不得沈家拒绝，更由不得他拒绝。沈母见状只好改口，感慨谢琛能看上自家女儿，对沈家而言是天大的福气。唯独顾虑着沈家大小姐沈若兰还昏迷不醒，沈南桥早已和傅家定下婚约，贸然改换婚事不合情理。沈家父亲却十分通透，直言婚约不过是一纸约定，直接解除便可，无需过多顾虑。就在沈家商议婚事之际，谢琛主动登门，带来了重磅聘礼。他当众表明，只要沈南桥愿意嫁入谢家，谢家的传家宝6瓣金草便会作为聘礼之一送出。而6瓣金草在传闻中是能对植物人起到奇效的珍稀药材，有极大概率唤醒昏迷的沈若兰。沈父一眼便认出了宝物的价值，心中了然。谢琛看向沈南桥，静静等待他的答复。沈南桥思索片刻，果断应下了这门婚事。他主动询问谢琛是否需要自己亲自出面解除与傅斯年的婚约。谢琛并未应允，只让他给自己10天时间，他会亲自处理好所有事宜。随后谢琛看向沈南桥，以未婚夫的身份温和开口，称呼她为自己的未婚妻，同时认真提醒他，不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心中还惦记着其他的男人。他给了沈南桥10天的时间，让他彻底清空心底对傅斯年的执念。10天过后，两人在正式对外公布婚约。沈南桥心怀愧疚，向谢琛低声致歉。就在沈南桥敲定与谢琛的婚约，放下过往之际，沉睡3年的沈若兰竟然奇迹般苏醒。傅斯年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到沈家，看着苏醒的沈若兰，满脸都是心疼与温柔。沈若兰苏醒后，第一时间询问傅斯年自己与他的婚约该如何处置，直接质问傅斯年苏醒之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他满心忐忑地告诉傅斯年，若是苏醒的代价是彻底失去他，自己宁愿永远沉睡不醒。傅斯年立刻温柔安抚沈若兰，郑重承诺他永远不会失去自己。沈若兰依旧心存顾虑，询问傅斯年该如何安置妹妹沈南桥。傅斯年明确告知沈若兰，自己早已和沈南桥解除了婚约，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。听到这番话，沈若兰瞬间放下所有心结，满心欢喜。一旁的沈南桥亲眼目睹了两人温情的画面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本以为姐姐苏醒，自己理应真心为她高兴，可听到傅斯年彻底退婚，满心满眼都是姐姐的话语，心里还是涌上难以释怀的酸涩与不甘。随后沈若兰主动邀约傅斯年，告知3天后父亲会为自己举办康复宴会，询问他是否会到场。傅斯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待旁人散去，傅斯年单独拦住沈南桥，质问他方才为何要在沈若兰面前当众宣告取消婚约。他坦言，3年时间自己始终没有对沈南桥敞开心扉，如今沈若兰已然苏醒，
沈南桥没必要再继续自取其辱。傅斯年表示自己会用尽一切办法补偿沈若兰，无论沈若兰提出任何条件，他都会尽数满足。同时，他向沈南桥妥协，只要他安分守己，不再肆意闹事，两人的婚约可以不用彻底取消，沈南桥依旧可以保留富家未婚妻的名分。这番带着施舍般的退让，彻底刺痛了沈南桥的自尊心。他眼神冰冷地看着傅斯年，清晰坚定地告知对方是自己主动不要他了，彻底斩断了两人之间所有的牵扯。傅斯年见状，冷硬地提醒沈南桥不要为自己的决定后悔。沈南桥的闺蜜得知整件事后，忍不住为她打抱不平。闺蜜气愤地表示，沈若兰能够顺利苏醒，全靠谢家送出的6瓣金草。可傅斯年全程没有半句感谢，心安理得享受着一切，还妄图同时占有2个女人的心意，世人称颂的清心佛子，实则自私至极。闺蜜劝说沈南桥，即便傅斯年薄情寡义，她也没必要委屈自己，嫁给性情暴力的谢琛。但沈南桥自有考量，他清楚谢琛虽然性情偏执，脾气暴躁，却是年纪轻轻便登顶京都首富的顶尖人物，权势滔天。他认为只要自己不去刻意招惹谢琛，安稳度日，便能安稳维系这段婚姻。与此同时，沈家发生了一件微妙的小事，一件原本专门为沈南桥量身设计的礼服，此刻却穿在了刚刚苏醒的沈若兰身上。旁人见状连忙打圆场，称沈若兰刚苏醒，没时间定制新礼服，暂且借穿妹妹的衣服无伤大雅。沈父也开口劝说沈南桥体谅大病初愈的姐姐。沈南桥表面淡然，表示自己毫不介意，可心中却清楚这件礼服版型贴合自己的身形，身形单薄的沈若兰根本撑不起来。旁人的偏袒与偏爱展露得淋漓尽致。沈南桥私下道出了自己隐忍的缘由：母亲是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却常年被偏爱沈若兰的父亲冷落，在沈家谨小慎微，毫无话语权。沈若兰更是一直无端揣测，轻视自己的母亲，将她视作第三者。若是自己日后顺利嫁入谢家，手握权势，便能护住母亲，让母亲不再受委屈。身边人依旧为沈南桥的婚事担忧，觉得谢家名声极差，害怕她嫁过去之后受尽苦楚，甚至提议让沈若兰归还救命的6瓣金草，借此解除沈南桥与谢琛的婚约。可事态早已尘埃落定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。不久后，沈家父亲当众宣布，由刚刚康复的沈若兰正式接任沈家公司的所有事务，执掌沈家产业。沈南桥此前早已规划好未来，父亲也曾许诺将城南的一间商铺分给他，让他用来开咖啡厅。他甚至已经找人画好了设计图，满心期待。可随着沈若兰掌权，属于他的一切待遇尽数落空。有人主动询问沈南桥的安置问题，提及城北的商铺，沈南桥已然心灰意冷，主动表示自己不再需要任何馈赠。此时，顾家少爷顾思年前来拜访，恭贺沈若兰康复。顾思年出手阔绰，送上了贵重的贺礼，沈若兰满心欢喜。周围的宾客见状纷纷议论，都觉得沈若兰与傅斯年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场风波过后，原本属于沈若兰的婚约终将回归正轨，而沈南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沦为了众人眼中的笑话，处境难堪。沈若兰坦然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，还特意对傅斯年道谢。傅斯年看着他，满心愧疚的坦言，自己在他昏迷的3年里做了荒唐事，愧对他，还特意将一处度假村赠予沈若兰，当作自己迟来的补偿。沈南桥目睹这一切，心中彻底释然，暗暗吐槽傅斯年的虚伪，也彻底放下了对他多年的执念，清楚自己往后和这个人再无半点瓜葛。事后，沈若兰主动找到沈南桥，态度傲慢，丝毫没有感恩谢家赠要救自己的恩情，反而警告沈南桥不要妄想得到自己的感谢。他刻意提起儿时的往事，直言沈南桥从小到大都只能活在自己的阴影里，小时候只能捡自己玩腻的旧娃娃，如今也一样永远比不上自己。两人争执之间，意外突发，混乱之中，沈若兰故意哭喊出声，装作被沈南桥欺负的模样。傅斯年闻声立刻赶来，不问青红皂白便维护沈若兰，厉声质问沈南桥为何要为难刚康复的姐姐。一旁的旁人看不下去，主动提醒傅斯年，是沈若兰故意往自己身上泼东西，栽赃陷害。沈南桥还因此受了伤。可被偏爱的人永远有恃无恐，傅斯年根本不听解释，依旧偏袒沈若兰。他对着沈南桥放话，只要他不再针对沈若兰，安分守己，自己依旧可以让她嫁入傅家。这番话彻底点燃了沈南桥所有的委屈和愤怒，他彻底看淡了这段卑微的感情，直言自己根本不稀罕这份施舍来的婚约。傅斯年看着决绝的沈南桥，心中莫名生出一丝不适，他强行将这种感觉归结为多年的习惯，自我洗脑自己心中自始至终只有沈若兰，从未爱过沈南桥。宴会过后，众人纷纷议论，
沈家产业尽数交由沈若兰继承。沈南桥一无所获，属实可怜。可也有人嘲讽，沈家家业本就微薄，根本不值得惋惜。另一边，谢琛一直默默关注着沈南桥的所有动态。他悄悄将多处市价上亿的别墅区房产全部过户到沈南桥名下，当作婚前财产，默默给予他底气。谢琛找到情绪低落的沈南桥，看到他对着一幅画出神，温柔询问他是否喜欢，直言可以买下送给他，劝慰他放下过往，不要再为傅斯年伤心难过。沈南桥看着突如其来的馈赠，心中满是错愕，只觉得这份福气太过厚重，自己难以承受。他郑重告知谢琛，自己不会再喜欢傅斯年了，彻底斩断了过往的情愫。可命运捉弄人，沈南桥很快又在画廊偶遇了傅斯年与沈若兰。沈若兰看中了画廊里的一幅画作，撒娇让傅斯年买下送给自己。沈南桥身边的人不甘示弱，直言这幅画是他们先看中的，不愿退让。可傅斯年依旧无条件偏袒沈若兰，二话不说就让旁人把画作让给他。沈南桥见状不再争执，主动转身离开，故作淡然地表示自己不再喜欢这幅画。沈若兰却依旧不依不饶，反复撒娇纠缠，执意要傅斯年买下画作。傅斯年为博他欢心，直接询问画廊老板是否可以买下店内所有画作，只为让沈若兰尽兴。周围人纷纷感慨傅斯年对沈若兰的极致偏爱，可没人知道，这家画廊早已是谢琛赠予沈南桥的财力，真正的主人从来都是沈南桥。离开画廊后，意外骤然发生，现场突发混乱。沈南桥为了救人不慎受伤，当场头晕流血。受伤后的沈南桥强撑着意识，确认被救的孩子只是受到惊吓，没有大碍后才放下心来。谢琛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来，看着受伤的沈南桥，满心心疼，温柔安抚他，吃糖缓解情绪。沈南桥看着紧张护着自己的谢琛，心中暗自感慨外界传闻不实。谢琛并不像众人所说的那般不堪，只是言行举止有些怪异。沈南桥昏迷休养了2天，这2天里，闺蜜一直贴心帮她隐瞒受伤的消息，瞒着沈母只说她外出旅游，还叮嘱她醒来后记得发朋友圈佐证，避免家人起疑心。休养期间，沈南桥独自赏花，内心满是纠结与挣扎。她明明已经下定决心彻底放下傅斯年，选择和谢琛好好过日子，可心底依旧残留着难以割舍的痛感。谢琛看穿了她的心事，直言她心里的执念尚未清空。沈南桥诚恳恳求谢琛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彻底放下过往，好好接纳这段婚姻。回家之后，母亲悄悄询问沈南桥是否又是沈若兰故意刁难推搡欺负他。沈南桥不愿家人再起争执，刻意隐瞒真相，可沈若兰依旧嚣张跋扈，当众直言沈南桥的母亲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沈南桥，他当场反驳，明确告知众人自己的母亲是在沈若兰的母亲去世3年后才嫁入沈家，从来都不是第三者。父亲见状连忙出声制止，想要平息争吵，称一家人无需如此针锋相对。可沈南桥早已看透了沈家的偏心与冷漠，直言自己和他们根本算不上一家人。这时傅斯年恰好赶来，沈若兰立刻装作受了委屈的模样，哭诉沈南桥想要动手打自己。傅斯年不分黑白，再次严厉指责沈南桥，质问他自己早已许诺给他名分，为何还不知足，屡次3番伤害沈若兰，言语间满是失望与愤怒，直言他不可理喻。旁人也趁机嘲讽，称沈南桥和他的母亲一样心思歹毒，一丘之貉。傅斯年更是放出狠话，若是再有下次，绝不会轻易纵容原谅他。接连的委屈与不公，让沈南桥彻底看清了自己多年的可笑与卑微。傅斯年随后又以沈家颜面为由，要求沈南桥在3天后的度假村开业典礼上登台弹奏曲子，不许再当众失态，给沈家丢脸。沈南桥默默应下要求，心中满是疲惫。母亲看着受尽委屈的女儿，满心愧疚，坦言是自己拖累了她。沈南桥温柔安慰母亲，许诺自己日后安稳嫁人，一定会接母亲离开沈家，远离所有纷争。另一边，傅斯年对着苏醒的沈若兰百般补偿，万般温柔。他向沈若兰坦诚，自己当初答应迎娶沈南桥，从来都不是真心，只是为了借着婚约的名义，能够时常见到沉睡的他。沈若兰得知真相后，依旧心存芥蒂，质问傅斯年，自己如今已经苏醒，他为何依旧不肯全然接纳自己？是不是在自己昏迷的3年里，他已经爱上了沈南桥？傅斯年立刻矢口否认，坚定表示自己从未对沈南桥动心。沈若兰随即提出要求，希望度假村开业典礼结束后，傅斯年能陪自己外出旅游散心。傅斯年温柔应允，还贴心表示天色已晚，亲自送她回去。心中暗自盘算孤男寡女相伴出游，
终能让自己彻底稳住沈若兰的心。度假村开业典礼如期举行，沈南桥按照傅斯年的要求登台弹琴，台下宾客议论纷纷，有人夸赞他琴技出众，容貌出众，惋惜他本该专心搞事业，独自耀眼，却偏偏执着于争抢不属于自己的感情，落得一身狼狈。也有人嘲讽他不识好歹，放着有权势的谢琛不嫁，非要纠缠傅斯年。弹奏过程中，沈若兰故意故作娇弱，假装受惊失态，引得众人纷纷呵护。旁人纷纷夸赞沈若兰柔弱善良，反衬沈南桥的强势冷漠。唯有谢琛始终默默关注着沈南桥的所有情绪。典礼结束后，沈南桥手部旧伤复发，伤势加重。谢琛第一时间安排了国内顶尖的手外科专家，全力为他医治，坚决要治好他的手，让他能够重新弹奏钢琴。不仅如此，谢琛还暗中派人彻查整件事，查清沈南桥受伤究竟是意外，还是人为蓄意为之，是必要为他讨回公道。面对谢琛极致的呵护与偏爱，沈南桥满心感激。谢琛的母亲也主动劝说沈南桥跟随自己回谢家居住，好好休养身体。沈南桥顾虑两人婚事未定，进展过快，略显犹豫，请求谢琛给自己一点考虑的时间。谢琛温柔尊重他的想法，让他考虑好之后再联系自己。沈母也趁机劝说女儿，坦言谢家似乎并没有外界传闻的那般可怕，谢琛是真心待他。沈南桥随即询问父母与姐姐的去向，得知父亲正陪着沈若兰选购游艇，以此庆祝度假村顺利开业。这一刻，沈南桥彻底明白自己在沈家永远都是外人，心底生出了彻底离开的念头。与此同时，谢琛的手下查清了所有真相，向他汇报沈南桥手部受伤完全是沈若兰蓄意为之，并非意外。同时，手下还查到了沈若兰诸多不为人知的黑料，请示谢琛是否在他与沈南桥成婚之后，将所有证据交给傅斯年，让傅斯年看清沈若兰的真面目。谢琛默许了手下的安排，内心暗下决心，所有欺负过沈南桥的人，他都不会轻易放过。另一边的傅斯年依旧满心满眼都是沈若兰，甚至将手机密码都改成了沈若兰的生日，用情至深。沈南桥回沈家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时，偶遇傅斯年。傅斯年态度冷淡，告知家中众人都在陪着沈若兰打理度假村的事务，让他不要无事生非，随意胡闹。他再次重申婚约的事情，表明自己会先补偿沈若兰，待一切尘埃落定，便会回来兑现和他的婚约。可傅斯年很快就得知了沈南桥即将嫁给谢琛的消息，瞬间方寸大乱。他找到沈若兰，焦急询问此事真假。沈若兰坦然告知一切，直言沈南桥是为了换取6瓣金草救治自己，才答应嫁给谢琛。这件事所有人都知情，唯独瞒着他一人。沈若兰还故作委屈地表示，自己本以为傅斯年屡次提及婚约，是想让沈南桥知难而退，没想到闹出了这样的变故。沈若兰再次向傅斯年表明心意，称两人才是天生一对，本该相守一生。傅斯年心绪复杂，醉酒之后独自返回，看着空荡的房间，满心落寞。他回想起过往种种，终于意识到，原本属于自己的偏爱与温柔，即将彻底属于别人。他不解众人为何隐瞒沈南桥订婚的消息，旁人告知是沈南桥刻意嘱咐保密。有人试探询问傅斯年是否舍不得沈南桥，傅斯年依旧嘴硬，坚称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他。旁人见状连忙转移话题，温柔安抚他，还许诺次日带他去吃最爱的米其林美食，哄他开心。可傅斯年内心早已波澜四起，只是强行伪装淡然。与此同时，沈南桥正式住进谢家，与谢琛开始同居生活。两人尚未成婚，沈南桥心存顾虑，主动提出自己睡客房。谢琛看着拘谨的他，温柔打趣，询问他是否害怕自己。沈南桥十分窘迫，连忙让他穿戴好衣物。相处过程中，沈南桥忍不住想起外界关于谢琛身体残缺、性情变态的传闻，心中满是忐忑。谢琛敏锐察觉到他异样的眼神，坦然直面自己的缺陷，毫无遮掩。沈南桥见状，彻底放下心中偏见，真诚告知谢琛，自己从未觉得他是废人，既然选择嫁给他，就会真心实意和他好好过日子，无论他身体是否康健，自己都不会在意。沈南桥坦诚，自己目前还无法立刻爱上谢琛，但他愿意放下过往，慢慢接纳他，好好爱他，恳请谢琛给自己一点时间。谢琛温柔应允，直言自己等得起这份真心。夜里，沈南桥独自躺在客房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谢琛和传闻中暴力变态的模样截然不同，温柔体贴，还悄悄为自己准备了所有爱吃的食物。这份安稳宁静的幸福，是他在傅斯年身边多年从未拥有过的。次日，谢琛收到下属汇报，预定的物品已经全部到货。
便带着沈南桥外出参加拍卖会。另一边，傅斯年依旧在安抚沈若兰，他深情告白，坦言自己从年少时就深爱她。当年年幼的沈若兰在泳池救过落水的自己，这份恩情与心动，他记了多年。沈若兰故作大度，坦言自己不该无端怀疑他，随后又心生算计，以不想看到沈南桥的痕迹为由，让傅斯年丢掉沈南桥曾经弹过的钢琴。傅斯年毫不犹豫地答应，事事顺着沈若兰的心意，将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给了她。高端拍卖会上，压轴藏品玫瑰之心惊艳亮相，璀璨的火彩引得全场瞩目。这件藏品起拍价1200万，价格高昂，在场众人纷纷观望，无人敢轻易加价，生怕得不偿失。沈若兰一眼看中这件首饰，满心想要收入囊中。傅斯年见状，毫不犹豫地开口加价，只为博她欢心。在场宾客纷纷感慨傅斯年的深情，甘愿为沈若兰豪掷千金。就在傅斯年即将拍下藏品之际，谢琛突然开口出价1500万，直接打破现场僵局，公然和傅斯年竞价。沈若兰见状，怒火中烧，暗自咒骂沈南桥靠着谢琛撑腰，故意当众羞辱自己和傅斯年。傅斯年不甘示弱，接连加价到2000万、3000万，不惜重金与谢琛争夺藏品。旁人纷纷劝说傅斯年不必如此挥霍，傅斯年却直言不想让欺负过沈若兰的人称心如意。沈若兰也假意劝阻，声称自己只是单纯喜欢藏品，不愿让傅斯年破费，实则暗自享受着被偏爱的感觉。两人持续竞价，堪称神仙打架，全场无人敢插话。众人都清楚，傅斯年虽是新贵，财力雄厚，但与京都首富谢琛相比，依旧存在差距，没人敢贸然掺和两人的较量。沈若兰依旧不死心，撒娇恳求傅斯年继续加价，势必要拿下玫瑰之心。最终，傅斯年加价至3100万，却再也无力跟进。就在拍卖即将落锤，谢琛即将成功拍下藏品之际，现场突然有人点天灯，打破了所有竞价规则，为这场奢华的较量画上了充满悬念的句号，也让傅斯年与沈若兰的执念彻底落空，见证了傅斯年迟来的却毫无意义的占有欲，也让沈南桥彻底看清了过往感情的荒唐。